妈，你看你病得那么厉害，咱们还是去医院看看吧。燕子，咱们还是不去医院了吧？妈这病，妈知道，就我这个病啊，花多少钱也治不好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妈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无论怎么样，我都要把你的病给治好。我就算去求别人，去借钱，我也要把你送进医院去。燕子，这么多年，为了妈这个病，咱们都借了不少钱了。该借的呀，咱们都借了，现在还找谁去借呀？妈，钱的事你就别操心了，我来想办法。你先安心养病，我现在就出去想办法。燕子，燕子，老弟，把这些钱存到银行还涨利息呢。妈，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妈，你猜猜这有多少钱？儿子，这最少也有4、5万吧。妈，5万，5万，整整的5万。妈，等一会儿啊，我就把这钱存银行去。谁呀？请进。燕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啊？大姨、表哥，你们都在家呢。燕子，你来什么事儿？大姨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帮个忙。这我妈生病了，需要去医院动手术，这我们家一时半会儿拿不出那么多钱，所以我想找你们借点钱。什么？你妈生病了？你妈生病了，关我们什么事啊？大姨，这我就你们一个亲人了，如果你们不借给我钱，我实在没有办法了。你看我们家一时半会儿实在凑不出那么多钱，大姨。我刚才说的话你听不懂是吗？借钱没有。表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咱们两家可是亲戚。再说，我刚才进门的时候都看到了，你手上拿了一大摞钱。既然被你看到了，我也不藏着掖着了。是我确实有钱，但是我不能借给你。我要是借给你了，拿什么还呀？老弟，要不借给他点吧？小姨还生着病呢。生病归生病，关我们家什么事？我们家钱打工换来的。表哥，那生病的可是你亲小姨，你放心，我借给你的钱，我以后肯定会还给你的，你就帮帮我吧，算我求求你了。行了，别在这儿给我打感情牌了。你们家的条件本来就不好，现在又摊上我小姨生病了，我把钱借给你了，你后年满月才能还给我呀。这笔钱我要是放在银行，我每个月还能吃利息呢。借给你，你要还不了，我这笔钱就打水漂了呀。表哥，大姨，你就帮我劝劝表哥吧，求他借我点钱吧。那生病的可是你的亲妹妹呀。燕子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也做不了主呀。大姨，大姨，你要不帮我，我实在找不到人帮我了。我真的只有你这一个亲人了，该想的办法我都想了。大姨，你也知道我刚下学没有多久，一个人无依无靠的，我上哪弄那么多钱呀？我求求你了，算我求求你们了，行不行？行了，我说不借就是不借。表哥，大姨，算我求你了，行吗？燕子，你这干什么呀？快起来啊！喂，阿姨，我实在无路可走了，我求求你可怜可怜我，可怜可怜我妈吧。别说话，我们可怜你，谁可怜我们家呀？你要记住，我现在还没娶媳妇呢，我拿这笔钱，我等着娶媳妇呢。还有，你有功夫在这儿装可怜，不如出去捡2瓶子卖点钱给你妈看病的。表哥，大姨，燕子，我这有200块钱，你拿去给你妈看病吧。大姨，行了，拿这200块钱给你妈买点营养品。是呀，燕子，大姨也真的帮你这么多了。行了，钱你也拿了，回去吧。
大姨，我真没想到，那生病的可是你亲妹妹，你竟然这样对待我们，你竟然见死不救，1200块钱，给我干嘛的呀？还给你！哎呀，200块钱，哎呀不要，200块钱我还能买几斤肉呢。儿子，咱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过分什么呀？过分！都我小姨病成那个样子了，能治好吗？把钱借给她了，全打水漂了。到时候要不来怎么办呀？我还没娶媳妇呢。那好吧，妈听你的。行了，妈，给你100块钱，给我买10斤排骨。我把这些钱存银行去。也不知道一天天心怎么那么大。妈，这怎么办呀，妈？儿子，别怕，别怕。儿子，别怕，走了，走了。走了呀。儿子，你到底欠人家多少钱呢？怎么那么多追债的？妈，我欠人家50万。什么？50万？妈，你小声点儿。我也不想啊，你看，我的公司都破产了，员工的工资我都发不起了，这些债主天天追上门要钱。妈，你快给我想办法呀！儿子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我这么大年龄，我也没办法呀。妈，我要是不把这50万给还了，他们要是见了我，肯定会打死我的。妈，你救救我吧！儿子，我能有什么办法？咱没什么亲戚，就你小姨一个亲人了，你说怎么办呀？小姨，燕子，妈，我听说燕子现在混得不错，开了一家公司，效益还不错，要不咱们去找她借点钱吧？妈，你看我是他表哥，咱们去给他借钱，他不会不管咱们的。就是，他肯定会帮咱们的。走，儿子，咱们去你小姨家。走。走。燕子，哎，妈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你这一大早上的就来上班，我去办公室找你，他们说你在样品间，我呀就过来看看，你肯定啊就没吃饭，所以啊我就过来给你送点饭，你趁热吃吧。妈，你说你也真是的，大老远的跑过来，哎呀，我回头自己买点不就行了？我还不知道你啊一忙起来连饭都顾不上吃，再说了早上不吃饭对胃不好，赶快趁热吃吧。行，妈，那我等会儿就吃，要不然，哎，谁呀？我去开门。啊，行。来了来了。哎，大姐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小姨，燕子，忙着呢。燕子，我来了，来看看你。大姨，表哥，你们怎么来了？燕子，我们来呢，是想给你借点钱。借钱？你们借钱干什么呀？燕子，是这样的，前几年呢，我开了一家公司，我经营不善，后来破产了，现在欠了一屁股外债，所以我就想来找你借点钱。我听说你现在混得还不错，所以呀，我求求你借我点钱吧。什么？找我借钱？表哥，你难道忘了吗？5年前我找你们借钱的时候，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当初我都跪下求你了，你借我1分钱了吗你？燕子，你看，现在你表哥他遇上困难了，你的公司开得也这么大，你能帮一把是一把。燕子，你就帮帮你表哥吧。是啊，燕子，你就帮帮我吧。大姐，这都不是事儿。燕子，既然你大姨说出来了，你呀就帮帮他们吧。小姨，我就知道咱们是亲戚，我就知道你会帮我的。是呀，儿子，我和你小姨呀，必定是亲姐妹，她不能见死不救，是吧？大姨，你的记性可真好，现在你知道跟我妈是亲姊妹了。当初我妈生病住院的时候，你是怎么对我的？那个时候你怎么不说你跟她是亲姊妹呢？表妹，那不都过去了吗？表哥，在你那这件事就轻描淡写的过去了，在我这儿一辈子都过不去。当初我都跪下来求你了，你有钱，你为什么不借我呢？还说了那些狠心的话。燕子，
你们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听不懂呀？妈，这件事我一直没跟你说。当年你不是生病了吗？我没有钱，我就去找大姨他们去借钱。结果呢，我表哥拿了一大摞钱，都不肯借给我，我都跪下求他了。他说他这些钱要存到银行里吃利息，都不愿意借给我们。燕子，原来当初你为了给我治病受了这么多委屈，那你怎么不给我说呀？妈，我当初想的，只要你能好好养病，不想让你知道这些事儿。妈，你当初治病的钱，还是当初我们一个老邻居借钱给我的。妈，如果不是我们那个邻居，你的病还不知道有没有救呢。妈，一个邻居都比我亲大姨做得好，他们现在还有什么脸来找我要钱呀？表妹，以前是我们做的不对，现在眼下最重要的是，就是你赶紧借给我们钱，我们赶紧把坏账给还上。就是，燕子，这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。你呀，赶紧帮帮你表哥吧，再不帮你表哥，你表哥就没救了。大姨，表哥，你们现在怎么有脸张起嘴来跟我借钱呢？当初你们是怎么对我的？你们难道都忘了吗？当初你们最看不起的人，现在是你们最需要的人。我告诉你，这个钱我1分钱也不会借给你们。你们赶紧走，不想看到你们。燕子，走啊！你们还是赶快走吧。燕子，我真没想到你大姨他们会这样对你，孩子，让你受委屈了。妈，我受点委屈啊，没什么事儿。我刚才之所以那样对他，也想让他们体验一下5年前我的感受。妈，你放心，他们的忙我肯定不会不帮的，他们的外债我也会帮他们还上的。燕子，这就对了，妈就知道我的女儿心地善良，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妈，行了，走，我送你回家。走。